很多朋友可能认为面条在北方非常的受欢迎，其实这个面条在我们四川也是相当的受欢迎，尤其是早上来不及的时候，或者是不知道明天早上吃什么的时候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看完，你绝对会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面条在四川最简单、最家常的3种煮法，尤其适合早餐，几分钟就能搞定一家人的早餐，非常的实用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把它看仔细喽。首先，我们来切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这个呢是吃面条必不可少的。再来上一点1/2的香菜，也给它切成末。大蒜稍微多准备一点，给它配一下之后再来剁碎。现在我们来把3种面条的位置给它打起。第一种就是四川最常见的红油面，葱、蒜还有香菜、毛毛醋、生抽酱油、鸡精、花椒粉、辣椒油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红油。第二种我们就来一点清汤的，也是蒜末、葱花、香菜、鸡精、毛毛盐，再来上一点猪油。清汤的就只需要这些调料就可以了。第3个，我们要调个香油味的面，蒜末、葱花，还有香菜、生抽酱油、鸡精、芝麻香油。另取一碗，打入一个亚子生的鸡蛋，来一丁点盐，先搅拌均匀。再来准备几根蔬菜。四川人煮面的话，一般都会搭配上几根蔬菜的。锅里面来一丁点油，先把鸡蛋煎一下。一面煎香过后，给它翻上一面，先倒出来避孕。另外再打一个鸡蛋，我们来煎一个荷包蛋，轻轻的拿起来晃动，翻过来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就是这个明天早上吃什么，真的是让人头要爆炸的一件事情呢？特别是上班一族，早晨又比较慌。真正的不知道吃什么，以前我们都是外面买包子、买馒头，还有买那些八本饼的那些，多吃几天吃到你想发吐，但是你也没办法，真的是。现在的话，基本上吃面包、吃蛋糕居多，早上呢又不想煮，主要是这个人太懒了。其实自己在家里面煮点面条、焊点稀饭这些，吃早饭是最合适的。锅里面水烧起了，我们要准备煮面了。水开过后，每一个碗里面都加入汤。水开过后，下入面条。面条快要煮熟的时候，下入豌豆颠烫一下。好，现在关火往碗里面捏。清汤的搭配荷包蛋，香油的搭配煎蛋，红油的就吃红油原味。3碗面条都是非常的巴适哈，非常好吃的3种早餐面条的煮法就已经煮好了，超级的简单，很适合在家操作，几分钟就能搞定一家人的早餐，经济实惠，吃起来还对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我还试着去告一下。不喜欢吃面的朋友，免费看完就3个。接下来我们开吃了，每一种面条都吃一点，3碗我一个人说实话也吃不完，只有等一会儿拿来喂鸡。你们不要骂我，我都煮的很少。这个香油味的可以，就是寒暄的基础上面带着一点香油。搭配个煎蛋，真的是美滋滋。再来寒暄味的，我们先吃清淡的，再吃重口味的。如果一来你吃了重口味再吃清淡的，就感觉没味了。寒暄味的话就没什么说的了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味道，就是白水猪油味。还可以。寒暄味搭配个溏心荷包蛋，它的营养不买了。早上上班吃一碗，
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红油味的了。红油味的话就比较适合重口味的，也是我们川渝地区早餐面最常见的一种，基本上都是吃红油味的，比如什么重庆小面、红烧牛肉面、红烧排骨面、肥肠面都是红油味的。这个安逸，够香够味，还够辣。反正呢，我多的也不说了。3种面条，大家喜欢吃哪一种味型的，就去煮哪一种味型的哈。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晒过了，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干蛋，干煎蛋。这个食材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吃过吧？平时咱们在啃骨头的时候，里面可能就会有上一节这个脊髓，吃起来真的是美美的幸福。今天我们一次性搞了这么多，吃个过瘾。在四川的话，脊髓一般是拿来烫火锅最多的，中餐里面的话用的还是比较少的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中餐和火锅结合的做法。先放入清水中给它清洗一下。其实这个脊髓的价钱一点都不贵，才15块钱一斤，10块钱就可以买这么多。火锅店里面吃一份38块钱，其实就一丁点儿。现在来把脊髓切一下，尽量给它切来长节一点，因为这个一煮就缩水，到时候切太短了，基本上就是找不到的情况。咱们就像火锅店那样，香料的话，来准备上1盒内酯豆腐，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块，从中间砍开。这个内酯豆腐的话，对它一定要温柔，就像呵护我们自己的老婆一样的。如果你稍微用力猛一点，它都会碎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准备2个小馒头，这个馒头好吃哦，给它切成壳块。馒头摸上去它是那种软软的，手感特别好。姜、葱、蒜末来切上一点。我们火锅的结合嘛，这个火锅底料肯定是少不了的，来个小半块的绵阳火锅底料就可以了。这里我已经提前切好了。锅内来一点油，油温烧至5成热，下入馒头，把馒头炸一下，给它炸至酥香。不喜欢油炸的朋友可以放一丁点油，用小火慢慢的炒。但是我觉得油炸的话快，第2个是炸出来更脆，第3个是不需要多少油。金黄倒出来控油，另起锅下入这个脊髓，焯一下水。焯完水之后再来煮。如果你直接煮的话，等会儿煮来满锅都是那个泡泡。料酒来一点。焯开过后，先打去浮沫，紧接着用漏瓢漏出来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要另起锅，来一点95号的菜籽油。今天比较晚了，我们就不休息了。有老板在屋头，等会儿连金岛没饭吃的话，他要劈扯劈闹的。先下姜、葱、蒜，再来上一点豆瓣炒一个红汤。绵阳火锅底料，全部炒香出色，加入水。烧开过后转小火熬煮个8分钟，把这些料渣的味道熬到汤里面来。汤熬好过后，把这些渣子全部打掉，不然煮出来一点都不好看，没档次。调味一点糖、鸡精、味精、胡椒、酱油、醋。陈醋的话可以稍微多一点，让火锅中带着一点酸。下切好的内酯豆腐，还有咱们的脊髓，烩2分钟过后，来上一点水淀粉，
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推散。这个芡汁千万不要挂太浓了，让它有一点薄薄的就可以了。淋上一点香油，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给它倒在这个盘里面，尽量不要去咬动它，因为豆花很容易烂。给它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馒头壳壳也给它放上去，嫩中带着一些脆的，有豌豆的朋友还会有点脆豌豆。非常好吃的酸溜溜脊髓烧豆花就做好了。豆花是鲜嫩又入味，脊髓是麻辣中带着一点点酸辣，并且吃起来是特别的细滑的口感。做法呢也算得上是超级的简单，喜欢吃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，和咱们吃火锅一样的过瘾。不喜欢的朋友免费看完，就3个。就一皮吗？这个是馒头，馒头。吃吗？这个馒头好吃的很，脆脆的，还有骨髓。骨髓在里下面。这个。这个呢？来，我先整个豆花儿。好嫩好入味。再来吃一个老本的泡菜。我准备了一个泡菜，一个南瓜，好酸的泡菜。酸毛。这个豆花跟馒头安逸，好吃吗？就是有点辣，是不是？不辣呀？辣，是吧？跟你说，一个苍蝇在。为什么你弄可以弄干净，可以弄成脆？在学校有馒头嘛，我把它弄成小块，放进去很久，竟然越烤越软。我用的是油炸的，你吃吗？现在是脆的。我知道。你吃过没有？刚才吃过。是不是脆的？是。啊，这个脊髓吃起来跟猪脑花一样的。猪脑花。我也吃过馒头。好熟哦。外面不是有一块吗？给我们的大郎点个赞。安逸得很。这个菜哈，会做菜的朋友一看就懂，它的味道绝对是不会差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新手朋友的话，你不要怕。我是减肥期间，我是不减肥的话，我特别爱吃这个。